我们一个人应该活几岁？应该活几岁？那现在呢？当然我们人的寿命没有古人那么长，那因为环境啊各方面的这个改变，有的时候文明呢是很方便，可是文明不见得对人很有利。比如说我们到哪里去了都有冷气。那以前呢，如果你从新竹跑到台北来，你可能要骑马，要走路。现在呢，车一坐就到了，还有冷气，汗也没有透发。那诸如此类的，可能我们人就没有像古人那么长命，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因为以前人呢，我们人在地球上生活的不多，不像现在人那么多人几十亿的人口在地球上，那要解决这个饮食的问题的时候，就必须要有一些食物去改良或者怎么样的，才会有量产，大家才能够吃得好。那以前的初食呢，它的体积比较大，还没有经过这个改良过的东西。那可是你如果按照初食的生产方式，可能呢人类不够吃所以会有些改良或者是不然的话，我们还有一些农药。那改良了以后就有的人农药都省掉了，比如说玉米，现在美国的玉米都不能吃，为什么？因为为了大家都不喜欢这个农药嘛，他得把这个蜘蛛的基因呢种植一个在玉米上面。那个病虫害来的时候，蜘蛛是专门吃这种防这种病虫的东西蝗虫啊这种东西，对不对？那蝗虫一来一看，我们看到是玉米，他一看是蜘蛛逃走了，他就不吃了。那你吃了这个到肚子里面去，到底是玉米还是蜘蛛呢？那这是一个。第二个东西，经过改良以后的东西呢，它的体积都比较小，它体积会细。那现在到了奈米更细了。那越细的东西，人吃到身体里面去的时候，会产生成瘾性，结果你会一定要想去吃它。那我们以前吃糖，这个糖是蔗糖，那蔗糖的体积很大，你吃了你不会想到一下去吃它。可是现在人改成人工糖、精炼糖了以后，它体积很小，你越吃越多，到它成瘾性，好像吃海洛因、吗啡一样，我一定要去吃它，因为它的体积太小。所以现代人的寿命呢，跟以前的人的寿命不能比这第一个，吃饮食的。第二个呢，我们生活上的习惯。那以前的生活很简单，没有电，那这个日出而作嘛，日落而息，那都是农村，那这个没有什么欲望野心也没有什么名牌这大家去追寻没有，那这是很简单的生活。真的人的欲望贪念，它都会减到最低那生活也比较简单，这都是造成长寿的。中医的定义呢，是定义在100岁，100岁上古天真论谈的就是100岁之人，所以超过100岁才是对的那现在寿命都一直往下降，可是呢，实际上真正的寿命是往下降，可是呢，卫生所发布了，真的国家政府发布的都是我们寿命长寿，总是要让老百姓知道政府替你做些事情，实际上人一直在减寿。你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年轻人很年轻就死掉了这个死掉不是说这个车祸或意外很死，而是就生个病就走人了那这个现在的死亡率已经不是对的，已经不是正确的死亡率不是正确的死亡率。这个呢，我们行与神俱而尽忠都能够享尽天年。所以我们不单单是长寿的，我们要注意行，还要注意神。那这个神呢，不单单是说我们的力量，而是我们的精神。所谓精神，就是说要没有欲望能够平常保持开心世界上长寿的人呢，都是开心的人那短命的人呢，都是不开心的人所以你看很多街星有没有街星都比较长寿那个演那个悲剧的比较短命比较短命。所以人要保持心情的开朗不要去很多事情不用去争它那你看第二页的第一段下方呢，现代的人呢以酒为浆，就喝酒喝了很多以这个一些妄念一些贪求，习以为这个平常就做这些事情，然后呢喝醉了又行房然后以这种动作呢，都会耗散我们人的真元。
所以中医的观念里面认为说，人要持满，就是说保持永远充满的，好，而不是说想办法把它耗掉，来这种都是长寿的要诀。好，上古天人论讲的就是这些。好，那如果你不知道第三行，你不知道持满，只知道消耗，也不知道如何御神，御神就是如何调整你的心情，让你心情非常的平稳，非常的安逸。好，这个呢，好，物快其心，哈，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所以人会半百而衰。所以人能够超过50岁以后开始很容易衰老的人，就是不知道节制。好，中医的观念是这样子，好，不知道节制，恐惧。那中医认为说呢，怒发脾气暴力，常常乱发脾气的人，怒是伤肝。好，反过来，你喝酒喝了很多，伤到肝。那肝脏受伤以后，就更容易生气。那越生气呢，就越伤到肝，越伤到肝脏就越去喝酒，喝的酒越多，肝脏又受伤，越容易发脾气。好，那你只好让我们中医赚钱，那怎么办？不要赚你的钱也不行，你一定要生病嘛，对不对？好，所以说这个怒能伤肝。好，喜呢，我们所有的情志，喜怒忧思悲恐，我们的情志都可以有，但是不能太过。好，现在读图给你看。好，我常常说读《内经》呢要读图，那什么读图？好，所以诸位呢，好，那研究《黄帝内经》或研究中医，绝对不可以说就是看中医的书，不要那么死板板的哈。你24史啊，《史记》《战国策》《春秋》《左传》啊都可以看。好，你会看到有一本书看完就想睡觉，那就是你的安眠药。好，那你会去把它当安眠药，绝对不可以吃安眠药。好，这样子，那这个你多要涉猎很多东西，这样的话你的思虑就会很灵活、很活泼。不会说读古书就是读的史书嘛。好，比如说我们知道惧，为什么要无惧？因为你恐惧很严重的时候，会伤到肾脏。好，那至于肾脏什么，后面我们五脏里面我们介绍会，《黄帝内经》介绍的非常详细，我这里先粗浅的跟诸位先讲一下。好，我读图给你看。如果有个人跑出来，很恐惧，很害怕，那你是刚刚有人要威胁你杀你，你在跑，那还临时发生，这很正常，这是很正常的事。你如果一直是每天都很恐惧的，这个不是好人，逼着你作奸犯科，对不对？还有呢，就是注意看哦，读图给你看。我们土呢，五行之中唯有土可以胜水，所以土能够治水，能够治它，控制它，对不对？是不是思？是，所以思念呢可以战胜恐惧。好，今天如果一个人他老伴过世了，他一直在怕，这个人不是好人。为什么？你是失恋啊，你恐惧什么？哎呀，下个就是我了，对不对？你失恋，如果你是怀念你的老伴，感念他一生对你的功劳，你不会恐惧的，有什么好恐惧的？这就是读图，其他的以此类推。好，所以我们这里这个上古天真论立了3个：自闲而少欲，好，不要随时去，好，欲望很多；心安而无惧，勤劳而不倦。所谓勤劳而不倦，我们要做事要劳动，我们有劳动，比如说我们搬东西啊这种劳动，还有练功夫啊这种运动，好，那这3个原则掌握到，都是长寿的原因，好，长寿的原因。那个短命的就一天到晚哇怎么的短命，好，要害怕又怕，好，然后又不肯做劳力的事情，好，所以说呢，你看后面讲到，好，你看，所以说故呢，美其实，任其福，乐其俗，高下而不相慕。人都有高下低贱，不要互相去羡慕人家，开心就好了。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好，每个人都是一样的。那尤其当医生，我们看到有医生本领在身上，这个你看到真的很贫穷的人，很主动，你就会想去帮助他。很自然，我相信中西医都是一样，不单是我们中西医也会这样做啊，因为
动嘛，动就去帮助人家一下，好，这是很自然的一种心。所以说不要去好羡慕人家怎么样，把自己好顾好，那尽量简朴。好，那后面呢就是一些好这些翻译的这个好像我就讲过，像《论语》《孟子》这种东西，我们就不解释了哈。那如果说人能够做到无欲无惧，好，能够多劳动的话，多运动的话哈，那超过100岁动作不衰都是很正常。整本《黄帝内经》里面从头到尾，并没有赞成人家跑步，那都是走路是最好的运动。所以我常常跟病人说，我说你们呢，不要去做其他运动，走路最好。因为我们在诊所看病的时候，不可能说我们今天一票人对不对？我每一个人我都教他一套易经，哪那种时间呢、对不对？好，教他走路就好了。好，走路慢慢走就好了。所以我常常，因为你跟他讲黄帝内经，他也不懂嘛，哈，我不见得是说都是美国人，台湾人也中国人也不见得懂。你就跟他讲说，这个我们人是2只脚的嘛，上帝设计你2只脚就是给你走路的。如果给你4只脚，就是让你跑，对不对？所以你看猫狗啊、老虎都跑得很快，人不要跑，走路就好。好，当然有人追你的杀你，当然要跑啊，对不对？那么傻，好，那是临时的哈。所以很多运动员呢，长跑了，到后来关节都有问题，生病很多。好，运动员都身体都出问题，就这样的。好，太过。